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同时，中日外交部门在东京举行4年半以来首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此外，还有多名日本部长级官员和议员陆续访问中国。日本媒体认为，近期美国大选局势突变，日本的外交政策也正在进行调整。王毅表示，中日互为近邻，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是邻国正确相处之道。双方早已达成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中国从来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期待森山会长及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欢迎日本政治家，包括年轻议员常来中国走走看看。王毅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台湾问题等阐明中方立场和关切。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台湾海峡不是政治秀场。田中角荣前首相曾对周恩来总理讲信为万事之本，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确保中日关系的基础不受损、不动摇。森山裕对湖南等地发生洪涝灾害表示慰问，表示时隔6年再次访华，充分感受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活力。愿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政治家友好传统，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加强对华交流，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持续发展。按照日本自民党章程，总务会长仅次于干事长，是自民党行政高层党3翼的第2号人物，其主要职责包括协调、监督和问责自民党议员在国会投票中的立场。日本共同社在报道王毅与森山裕的会见时提及更多细节。森山裕表示，具体落实日中首脑去年11月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不可或缺，强调就各项问题给出确切的进展，在合作领域拿出具体成果至关重要。22号，森山裕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见时，共同确认了协调早日重启日本自民公明两党和中国共产党定期对话、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大方向。那么森山裕呢，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一个资深的议员，也是自民党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他这次访华也标志着中日政党交流机制以及执政党交流机制的重启。那么这在当前中日关系面临比较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其实是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的意义的。这也显示出现在日本执政党和岸田政府对于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意愿。中方这事实上也是利用这次高层交往的机会来深入的做日方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7月22号至23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东京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举行中日战略对话，并会见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双方同意推进两国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合作。日本媒体称，这是中日两国4年半以来副外长级磋商机制下的首次战略对话。戦略的互恵関係の包括的な推進及び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日中関係の構築を双方の努力で推進していく。日本媒体积极评价中日高层近期密集接触。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中日两国党纪交往、议会交往、外交高层会见外，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也时隔数年再次访华。该报认为，中日两国间政治往来逐步重启，直接对话有助强化共同利益、稳定关系，并着手商讨两国间堆积如山的课题。那么这种对话也有助于改善中日之间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逐步发挥一个积累的效应，来推动两国政治互信的建立以及国民感情的改善。那么这对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美日安保强化也给中日关系持续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内阁会议本月中旬发布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中提到中国的军事活动已从第1岛链扩大到第2岛链，还称台海紧张局势存在升级可能。18号，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台海巡部门还在日本千叶县防总半岛南端及伊豆大岛附近海域实施联合训练。外界注意到，虽然日本媒体炒作称这是自1972年日本与台当局断绝官方往来后首次联合海上训练，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说法的具体应对措施，但日本政府却似乎想刻意对此事保持低调，没有发布关于这场训练的消息，还被爆出试图追查信息泄露来源。
分析指，日本一方面想加大与台湾地区的合作，以台湾为棋子制衡中国大陆，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遮遮掩掩，不想和中方撕破脸，完全走到对立面去。中方对相关训练表示强烈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指出，日方曾就台湾问题向中方作出郑重承诺，包括不搞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这是日本必须遵循的立场和原则。那么，作为一个具体的遏华的手段，日方表现出鲜明的以台制华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取向。日方如果执意不断地采取挑衅、踩线的行动，最终也必然会为他的错误的行动付出相应的代价。中日关系改善的一大障碍是美国因素的干扰，但这也导致日本自身利益受损。此前，日本被爆出遭到美国施压，威胁日本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否则将面临美国最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消息传出后，日本股市震荡，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股遭抛售，股价大幅下挫。其后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放出风声称，日方不愿执行美国的要求。实际上，中日半导体产业链分工合作程度很深。截至今年3月份，日本已经连续第3个季度至少5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日本日经亚洲报道称，日本政府也担心，一旦扩大出口管制，中方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例如切断关键矿产的供应，而日本对此缺乏充分应对的手段。美国彭博社指，此时距美国大选仅剩几个月，美国盟友们认为没有必要处处跟随华盛顿，更何况特朗普很可能重返白宫，他是否会延续拜登以小院高墙方式跟中国打芯片战的策略，仍有待观察。那么一方面，日本政府面临来自于美国的压力，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的政策，以维持美日2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半导体行业也有自身的商业利益的一个考虑。实际上，为了应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性增高导致的巨变，日本政府已经进行了早期布局。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此前已赴美国拜会特朗普。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继续拉拢岸田政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4号开启超过1周的亚洲之行。28号，布林肯将前往日本参加美日防长及外长2+2会议，落实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达成的升级美日军事联盟的协议。布林肯还将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议。但分析认为，拜登任期只剩下约6个月，目前已经实际上处于与特朗普的影子政府互为对立的状态。相关会议的参与方也会视布林肯的相关拉拢为毕业旅行，未必配合其留下所谓政治遗产。美联社也认为，拜登退选不仅引发美国国内政治混乱，也让美国的盟友发生混乱。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内部越来越担心，在美国11月大选前的3个月里，美日联盟将遭到破坏，美日经贸、防务合作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日本不得不根据美国政局的变化来权衡如何与中国进行对话。特朗普其实是更加倾向于采用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强调美国优先。未来如果上台执政，会对中国甚至是对于美国的盟友动用高额关税的工具来挑起新的贸易争端。而美国是中日2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国，中美日3边关系其实是深度交融的。对中日2国来说，在防范特朗普风险上面是有着相近的利益关切和诉求的。王毅在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时特别告诫，台湾海峡不是政治秀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为了搭美国车或者是受到美国的保护，日本甚至不惜牺牲和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关系来求得和美国强化同盟关系，哪怕是一种依附性的同盟关系。最近呢，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日本似乎正在把台海作为一个政治秀场，通过亲美以台制华的这种政治表演来达到自己的上述目的。日本呢，首先是跟随美国弱化一中政策。近年来啊，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两手策略与言行分裂的方式，在外交场合表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行动上呢，又在提升日台的实质关系。比如最近，他启动这个日台执政党2+2的外交防务对话机制等等，就是在提升日台关系的位阶，强化一种所谓准盟友关系，弱化一个中国政策，使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有所动摇。这和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调整十分相像。其次呢，就是日本呢想借台湾问题呢以美抗中，在台湾问题上，
完全追随美国。虽然上述的种种操作始终都是美国在主导，但是日本的主动性、配合度也都在明显的增强。其实啊，从中日关系实际定位以及东亚现实的力量及利益格局来看呢，中日之间互为近邻，我们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冲突关系。这在 RCEP 等地区合作的体系中，已经在展现可持续的生命力。我们确实应该在涉台问题上啊，就是过去我们主要是关注美国因素的同时，现在我们也要注意日本因素的日益强化。同时呢，在中日构建相处之道的过程当中呢，在关注历史认知等问题的同时呢，也要特别注意台湾问题比重的不断增大，并且始终把中日相处之道的构建和中美相处之道的构建有机地结合起来。最近呢，美国大选引人关注，特别是特朗普要强势回归啊，对日本的刺激很大。当年呢，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退出 TPP 的做法等等，日本难以忘怀，而且充满担忧啊。这当然呢，就为中日改善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可是拜登等在今后的几个月执政期间，他一定会竭力的以不可逆的意图来强化美日以及印太等战略格局。可是无论是美国选情以及政策如何调整，我们中日作为搬不走的邻居，构建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势在必行的。